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讨论中文互联网上的黄毛叙事。在上期视频里，我们说那些男性情感博主和搭讪博主所创造的这套叙事，表面上是讨论怎么追到女生，拒绝当舔狗，但真正做的事情是一群自我标榜为觉醒者的男性，向另一群男性展示和炫耀自己的性资源，并在这种对女性符号的共同言说中，完成对彼此男性身份的确认。也就是要么把女性定义为势利的，从而突出自己的纯情，要么把女性定义为轻浮和慕强的，从而突出自己的自尊或者说某种生命力。这就是赛吉维克所说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我们也谈到，在这套叙事里被神化的黄毛其实是一个投射和幻想的产物。现实社会中的边缘少年，他们的精神世界通常被高度的紧张、警觉以及一种被迫害感所占据，并且他们遭受的同类小圈子内部的倾轧和规训，往往比学校教育制度更加残酷，也就是你必须要纹身打架逃课，不能像一个书呆子和好孩子，否则就会被排斥和孤立。他们所谓的酷，那种随时会炸毛的刺头状态，本身就是长期高压之下的应激反应，而不是什么未被文明规训的生命力。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我们会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结构。每当一个社会的主流人群感到自己被某种文明所规训、所压抑时，他们就会自动地从社会的边缘地带虚构出一个未被规训的他者，并对这个他者进行各种浪漫化的投射。不过上期视频的叙述重点放在男性这一侧，我们谈了男性如何投射，如何结盟，如何借由言说女性来确认自己。那这期视频，我想重点聊一聊那些男性情感博主和搭讪博主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定义和理解女性。在我看来，这些博主对女性的理解可以总结为2点：女性本质论和女性性别红利。所以我们也会围绕这2点来谈。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我们来讨论所谓的本质论。这些男性情感博主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简单粗暴地总结所谓女性的本质。正如我们上期视频所说，这些博主反复营造的那个经典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男生，由于缺乏和异性交往的经验，只会无底线的付出，给女生买早餐，帮女生办事，给女生送礼物，但换来的永远只是一张好人卡。女生对这样的男生满是不屑，只想榨干他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对于那个打压他、不在乎他、以自我为中心的黄毛，他反倒死心塌地。在他们看来，女性就是天然地本能的被那种傲慢和蔑视女性的男人所吸引。当然，搭讪博主不会用傲慢和蔑视这样的词，他们会说这是自我价值感高、配得感高、自信、有活力的强者心态。那么，这种事在现实里到底存不存在呢？当然是存在的。的确有一些女性会迷恋那些打压、忽视自己，甚至是对自己施暴的男性。但问题从来不在于有没有这样的女性，关键在于在这些情感博主的叙述里，这个所谓女性的择偶标准被赋予了一种普遍的、永恒的意义。他们喜欢东拉西扯生物学或者进化心理学等等，试图论证女性偏好强势和富有攻击性的雄性是刻在基因里的无法违抗的本能。因此，对黄毛的偏好就被拔高成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一条关于所有女性的本质。那首先，我非常不喜欢拿进化心理学来解释个体的择偶和偏好，因为它研究的其实是人类这个物种作为一个整体，在极其漫长的时间跨度才显现出来的一些倾向，而且主要研究的是人类动物性的那一面。但这对于我们具体的个人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人类内部的差异比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差异还要大。很多人喜欢说动物性是最真实的存在，
但人类的特殊优势就在于人会创造文明和文化，并且相信文化是比动物性更真实的存在。在历史上，人类能打败其他物种，靠的不是更强壮的身体，而是虚构的能力，或者说制造符号和讲故事的能力。在几万年前，智人产生了复杂的语言，它不仅能描述客观事物，而且能够使大家共同想象和相信一种并不存在于物理世界的符号，比如部落的守护神、国家、金钱、宗教信仰等等。家庭、婚姻也是如此。这种想象的能力可以使人超出狭隘的动物性，去和另一个人甚至成千上万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目标去协作。相较于依赖 DNA 缓慢突变的生物，人类可以通过语言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快速迭代，比如编造新的故事，创造新的概念或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在短时间内改变社会结构。因此，文化在人类行为上覆盖的厚度几乎完全可以淹没那点原始的生物本能。具体到个体层面上，我们说人的择偶偏好是千差万别的。在我看来，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共性。一个人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高度特定的成长经历、早年的依恋模式，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被如何对待。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现实里确实存在一些女性会反复地被那些打压、贬低、抛弃她的男性所吸引，因为在童年里被打压和忽视的女孩会无意识地把被这样对待等同于爱。于是当一个会贬低她或者说性格暴躁的人出现时，她感到的不是警觉，而是一种强烈的熟悉感和心动，甚至感到一种别样的安全感，因为这正是她从小习得的爱的样子。反过来，一个温柔、平等、尊重她的人出现时，她可能反而感到陌生，甚至感到不安全。然而，这恰恰说明了个体差异，而非女性的本质如此。并不是因为这位女性天然就喜欢被虐待，而是她在无意识地重复着自己的创伤，并试图在这种重复中修复创伤。这是一个值得被同情和疗愈的处境，而不是一种要被攻略和利用的弱点。同样的道理，一个从小被粗暴对待下的男性，长大后也完全可能迷恋上对自己冷漠的人，甚至对方越冷漠，他反而陷得越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所谓的舔狗与他们所想象的女性是一样的，而他们的卑微和无底线的付出，其实也并不仅仅源于中国教育制度的规训。因为显然并不是所有经历了中国教育的人，在面对亲密关系时都必然会表现出极度的自卑。造成差异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人在早年，尤其是在家庭中被爱的方式。在他们的原生家庭里，夸奖和关注是一种需要通过严苛的服从和自我压抑才能换取的奖品。只有当他们乖巧听话，不惹麻烦，完美地压抑了自己的需求时，父母才会给予他们一点点正向的反馈。在多数情况下，父母对于孩子的心理状态、想法、爱好都是没有真正了解的兴趣的，更没有欣赏的眼光。因此，他们也很难想象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值得被他人喜欢的。在亲密关系中，他们最熟悉的还是不断地做一个供养者，用童年时擅长的那套生存策略去讨好对方。因此，我们说所谓的慕强和依附性从来都不是女性的本质，而是人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或者说创伤下容易产生的相似心理，比如中国古代皇帝的男宠、宫廷里的宦官等等。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当然也可以反思那些男性情感博主的另一个假设，就是他们总是言之凿凿地宣称女性绝对不会喜欢老实人或者说舔狗的。这的确击中了那些男性观众的痛点，唤起了他们的焦虑感。然而，如果在现实中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同样是不安全的成长环境，一些女性的择偶偏好会走向完全相反的极端。有一部分女性确实会迷恋那种暴躁的、会打压自己的施虐性伴侣，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反而在潜意识里会被那些老实和缺乏自信的男性所深深吸引，也就是所谓的舔狗。那 Anthony 作为一个和许多人有过深入交谈的人，
我的看法就是每个人用来防御创伤的手段和机制都是相当复杂和高度个性化的，你不可能归纳出一套简单粗暴的规律来概括所有人，即使你和一个人深入探讨了一段时间，你也未必能完全的理解他为什么会被这样的人所吸引。因为这不仅仅取决于他早年的依恋模式，还和他所拥有的资源、能力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他的知识等等变量都有关系。我们知道，许多女性在童年都非常恐惧被父母所抛弃，都有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童年。然而，为什么一部分女性选择了老实、自卑的男性作为伴侣，而另一部分则是迎难而上，精准地找到了那种施虐性的男性，并试图改造和改写与这个男人的关系呢？在我看来，这可能取决于他们恐惧的来源不同。一些女性的父母是缺失和忽视型的，而另一些父母则是侵入和攻击型的。在第一种家庭里，女孩对于被抛弃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父母的冷漠、不在场，而非父母的打骂和攻击，这让女孩感到自己随时可能会被人遗忘。于是女孩长大后强烈的渴望被紧紧的需要和抓牢。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老实、自卑、缺乏魅力但非常讨好的男人可能会深刻地填补他内心的空洞，而有自信有能力的男人反而让他很没有安全感。然而，在侵入型的家庭里，父母往往主动贬低和打击这个女孩，让女孩感到自己只有不停的努力或者战斗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于是，女孩发展出了靠改造和战斗来保护自己的策略，她对于那种稳定的、不用争取的爱反而感到无聊。实际上，即便是同样喜欢老实人的女性，细分下来也还可以有很多种。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填补被忽视的空洞，一个女性还可能从母亲身上习得了拯救者的身份，也就是通过照顾和改造弱者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正如我们在中国女人为何容易嫁给巨婴丈夫这期视频所讨论的，一个女性可能从母亲身上习得了拯救者的身份，她必须通过照顾和拯救一个弱者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因为如果一个男人本身就是健康的、成熟的、负责任的，那他就不需要被拯救，也不需要被改造。很多有类似心理的女性找到一个无趣和自卑的伴侣，底层逻辑是，妈妈当年面对那个烂摊子束手无策，如果我能接手一个类似的烂摊子，并且把它变好，那我才是真正的超越了妈妈。在她的童年剧本里，母亲输给了父亲，没能改变父亲，母亲是一个失败者。而如果她找到了一个和父亲有相似缺陷的男人，她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赢那场母亲当年输掉的战争。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婚姻，更是为了向潜意识证明，爱是可以战胜创伤的。只有这样，才能治愈她童年时期面对男人无能为力时产生的那种挫败感。所以，从我们刚才拆解的这些案例中就能发现，面对这样一个由原生家庭、阶层、资源、知识等无数变量交织而成的生命课题，人类在择偶上的表现是极其复杂和幽微的。当我们不断细分，就会发现这每一个类别又可以划分为更小的范畴，直到具体到一个个无法被简单归类的人为止。如果我们非要在这种复杂性中去寻找一个所谓的择偶的本质，那我觉得这个本质应该是每个人都在不自觉地寻求安全感，都在试图用自己认知范围内的方式去疗愈创伤。但是每个人通往安全感的路径是千差万别、高度个人化的，这就注定了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套能够适用于所有人的套路。既然人类的情感世界如此复杂，为什么那些情感博主、搭讪导师还要如此热衷于去断言女性的本质呢？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种论断容易导向变现，因为如果你把人性归结为一种非常简单的算法和机器，那么你就很容易通过学习一套操作或者手段来建立控制感，这非常能够安抚受众的焦虑。正如我们上期视频所说的，这套理念与其说是教你如何搭讪和认识女性，不如说是在巩固这些男性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和逃避。把女性定义为某种简单的本质，
本质上是一种去人化的操作。当你把对方当成一个 NPC 时，你当然就不会受伤，这的确让人感到安全，但代价就是永远也体验不到被他人所喜欢的美好。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